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要来介绍一个 SPSS 的基本功能，就是如何计算平均数。其实这里的平均数指的是把众多题项结合成一个变数的方法。这个功能非常的简单，但是长期以来有很多的朋友对于把这个变数转换的方法不熟悉，使得后续的进阶统计，例如相关分析，例如回归分析做不出来，都是卡在一个最基本的变数转换功能。好，那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也是一个 SPSS 的档案。我们现在来示范如何进行一个变数转换的动作。我一共会示范3种不同的方法。这3种不同的方法，只要熟练其中一种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来看到上面的指令，其中有一个叫做转换。转换按下去之后，会出现下拉式选单，我们选择其中的第一个，叫做计算变数。当我们按下计算变数的指令之后，我们的画面会出现一个类似小算盘或计算机的工作视窗。我们现在把它按下去。所以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计算变数的工作视窗，它非常的像一个小算盘。我们在左上角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目标变数的一个名称。这里的目标变数指的就是等一下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变数取名字叫做什么名称，我们把它填入目标变数中。再来右边有一个变数的运算式，也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软体，我们的目标变数是由哪些题项所构成的。在目标变数还有数值运算式的中间有一个很小的等于符号，所以这就是一个类似数学运算的原理。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的问卷里面企业声望有8个题项，我们把这8个题项加起来之后除以8，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叫做企业声望的变数。所以我们现在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动作。好，我们在目标变数这里呢，可以输入我们要的名称，我们就称为企业声望。那么企业声望是由8个题项所构成，所以我们就把下面的题项一题一题的丢过去，每一个题项中间给它一个运算的符号。好，如画面所示，我们把8个题项都放入了数值运算式中，然后我们要把这8个题目加起来之后，再除以题目的个数，就可以得到企业声望的平均数。那这里要特别的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4则运算是必须符合先乘除后加减的法则，所以我们必须把这8个题项用一个小括号给括起来。
当我们把这8个题目用括号括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用运算符号让它除以总共的题项，是8个题目就除以8。那么我们就可以按下确定，电脑就会帮我们执行运算。好，那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变数检视中，得到了一个企业声望的平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数值，这就是我们刚才8个题项加起来之后再除以8，就得到了企业声望这样子的一个变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举第2个方法，例如我们现在要算我们组织承诺里面当中的情感承诺。情感承诺呢，它有8个题项，分别是从组织1到组织8。我们一样要把这8个题目加起来之后再除以8。我们再重复一次，一样选择上面的指令转换，然后选取计算变数。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在目标变数的名称里面，我们要打入的是情感承诺。好，那么情感承诺是由组织1到组织8的题项。那这里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一个功能叫做函数群组，在这个地方利用函数群组，我们可以减少很多键盘上面的动作。那这边示范给各位朋友看一下，我们选择函数群组里面的统计，其中底下有一个指令叫做 min， 我们把它点选上去。好，那你就会在这个数值的运算式这边看到了一个 min 后面有一个括号与问号的一个表现方法。我们这里要教各位朋友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指令。我们把问号给消除掉，只留下 min还有小括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括号里面把组织1到组织8都放在这个小括号，而且每一个题项的中间用英文的逗号隔开。我现在来做这个动作，组织1逗号，组织2逗号，组织3逗号，组织4逗号，组织5逗号，组织6逗号，组织7逗号，再来是组织8。那么在我们的小括号里面就有8个题项，电脑就会知道你要处理这8个题目的平均数。没有问题，我们就按下确定。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的变数检视，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情感承诺已经被制造出来了。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它的数值。这里的情感承诺这个变项，就是刚才组织1、组织2一直到组织8加起来除以8一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3种方法。我们一样也是要来到转换，然后计算变数的地方。我们又出现了类似小算盘的视窗。我们现在重设，这一次我想要计算的是
留职意愿。留职意愿总共有5个题项，我们在目标变数的栏位先打入留职意愿。好，那这里的方法一样也要利用到我们的函数群组。再给各位重复一遍，我们一样要利用函数群组，然后我们也要找到刚才这一个统计的指令，一样点选这一个min的指令功能，把它点选上去，它的括号里面一样也会出现问号。我们先把问号给删除，只留下min还有小括号。那接下来到底跟第2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第3种方法更加的简单，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的题项是从哪里开始到终点，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执行。我们的起点是意愿1，我们的终点是意愿5。那我们把它拉过去之后，中间必须用一个英文的介系词 to 隔开，再加空格，电脑就会知道从意愿1 to 意愿5这中间所有的题项，它都必须来处理变成平均数。这样子的动作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键盘上的动作。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按下确定。那这里要跟各位朋友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之所以可以用意愿1 to 意愿5这个介系词的方法，是因为我们的意愿1到意愿5，它在我们的资料建档里是连在一起的，这中间并没有其他的题项，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未来您的研究要使用这个方法，但是你中间的题项是夹杂着其他的题目，那么建议你使用第2种用逗点隔开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把第3种方式给完成。我们按下确定的指令，我们在画面上一样看到留职意愿被我们所计算出来了。那么这个留职意愿的变数计算来，我们就可以去接续后续的统计分析。那么希望这种转换计算变数来处理变数平均数的方法能对各位有帮助。以上，谢谢。